有时候真的有物极必反，有时候真的有否极泰来。例如赵丽颖、王一博一直反复被人诟病揶揄善笑的低学历。然而呢，随着高学历人设的不断塌房，比起那些自曝高考成绩在580多分，在北京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的顶尖加顶流电影学博士，明晃晃的赵丽颖、王一博的学历梗久漏于，反而成了名副其实的安全至上的最初式内娱安全岛了。2022年的中国娱乐圈真的不是一般的乱，而是比去年的风暴来得更糟心、更乱象了。毕竟娱乐圈的好资源越来越少，各行各业的内卷也是越来越严重，所以不少娱乐大腕、学历大牛已经一股脑的吐槽自己9个月没收入，快活不下去了。这种愁云惨淡的具体描述，明晃晃的算是忽略了一些人的傲娇的资本和学霸的好处。于是乎，一场2022年最大规模的学历风暴，居然因为一部美国人主演的《梦华录》莫名其妙的迅速形成了，而且还一连卷起了2位半的娱乐重磅名人。这2年微博的热搜榜堪称明星翻车的最强导火索了。让吃瓜常客万万没想到的是，随着美国人主演的《梦华录》火热播出之后，有关仙女刘亦菲的超霸学历也再次成为了网友们严重关注的大呱呱瓤了。而随着此次掀起的舆论争议漩涡，整个事件愈演愈烈，北电的官微甚至在沦陷后干脆设置关闭了评论。于是乎，吃瓜不嫌瓜大的网友们又开始了实名举报的环节。网暴这玩意有时候起因不详，然而呢，往往有些拉风高调的学霸压根就不在乎这些网暴的起因。在这个瓜热度逐渐上升时，网友纷纷跑到北影官微下面质疑刘亦菲当年为何能够进入学校。有网友怀疑刘亦菲当年通过美籍身份，以不公平的方式进入了北影，而且官方记载刘亦菲是14岁进入的大学，这要是换成国内的学生，起码要17岁左右。随着评论越来越多，北影官博直接关闭评论，之后更新的动态对于刘亦菲的事也是只字未提。各方看着都似乎打算冷处理，导致愤怒的网友开始实名向教育部举报，不少网友也跟风加入，看着越演越烈。这梦幻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呢？有闹事网友直接晒出了自己举报的截图，在举报问题那一栏，网友写着文化部2007年才给刘亦菲加上美籍艺人的前缀，在此之前刘亦菲有可能并没有拿到这个身份，但是2002年却能凭借美籍的身份避开文化课考试直接考进北影，对这个时间差提出质疑。也有网友希望能拿出当年参加艺考的资料视频，毕竟01级的贾乃亮都有存档，刘亦菲理论上也会有。风暴越吹越大，针对这些风暴中的疑问，刘亦菲团队和北电方面目前压根就没有回应，或许没法回应。于是乎，执着的福尔摩斯们把刘亦菲的幼儿园照片也扒分出来了。刘亦菲的幼儿园毕业照上足以证明刘亦菲是1994年从幼儿园毕业，随后进入小学开始读书。按照粉丝的说法，刘亦菲小学没有在国内读完就到美国了，1997年开启美国学习之路。就连刘亦菲自己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自己10岁就跟着母亲到美国了。按照官方年龄计算，这一年刚好是1997年。但是有一份记者的采访与这套说辞有极大的出入。记者当时采访过刘亦菲所在小学的管理人员，对方明确表示刘亦菲2000年小学毕业，同时还晒出了毕业证，并非刘亦菲方所述1997年就出国了。至于在美国学初高中的课程更对不上。进入小学之后，刘亦菲还改了名字叫刘倩美子，这个名字与刘亦菲的证件照也能对得上。而且2代身份证诞生于2003年，按照年龄计算，当时刘亦菲拿到的2代身份证应该在15岁左右，这个时候能拿到中国居民身份证也与美籍身份有出入。那么再回到北影入学这个时间点上，刘亦菲官方说法是凭借美籍身份入学，但是按照当时的条件，想要拿到美国国籍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至少要满足在美国居留5年，每次离开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可刘亦菲一直在国内上小学，2000年小学毕业，到了2002年就能上大学了，这个跨度堪称神童。说到这，划重点来了，人设这玩意真的设置太多的话，就等于自设脚手架和陷阱了。简单纯粹
干净无误的王一博、赵丽颖的所谓低学历，相比之下，哪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值得福尔摩斯们大费周章上纲上线呢？当然了，户主的粉丝们也从旁澄清说，多方证实都能对得上刘亦菲1997年赴美是真相。于是乎，孰真孰假，各位自行判断。再回头看当年刘亦菲、陈柏霖拍戏，2004年，导演徐晓明在接受采访时就称，因为刘亦菲是美国人，有护照，来回拍戏方便，所以才让她进组。那么，到底这个时间段刘亦菲是否真的加入美国国籍，只能说 bug 太多对不上。目前种种时间线都有说不清的 bug， 刘亦菲对于这些混乱的时间线仍然没有出面解释，还是希望刘亦菲或北电能够早点回应，一次性澄清，避免造成更多影响，以免随着梦华录的发酵，挖出更多的高质量人设大坑。说到这，那个写错个油字就被人永恒戴上酒漏鱼、智商盆地帽子的王一博，真的是要比窦娥都冤了。他是在国内读初中，进入乐华之后接受过国内的培训，跟着在韩国就读翰林艺术高中，这文化差异若干脱节肯定会有，只是国外读的高中，国内也应该是承认的。就像谷爱凌这种从小在国外读书的、懂钱会算计的高质量人类，就是人版。要知道，文凭是放之四海的，不能因为王一博的韩国高中就简单归类到酒漏鱼当中。简单抹黑的说辞，纯粹都是没话找话，鸡蛋找茬。更重要的是，没有高学历不等同于不学无术啊！环顾整个娱乐圈，那些头戴顶级学历帽子的真假学霸，哪个真的是靠着帽子的助力攀上巅峰的？最终还不得个个都要靠着自己的双手。时常说别人酒漏鱼的人，说白了，自己就是个酒白毒。酒不漏最终代表什么呢？是成功还是成人呢？所以重要的不是学历，而是学习能力、工作能力。成功人士不会傻到拿学历说事，因为他们都知道学历最后代表不了什么。反而那些拥有高学历的 loser 或者没有高学历的 loser 都喜欢拿学历说事，因为高学历的 loser 只有高学历可以炫耀了，而没有高学历的 loser 只剩可怜的嘴炮了。有意思的是，因为梦华录频频登上热搜的刘亦菲，北电学历不断遭到质疑的同时，凭借9个月没收入话题登上热搜1位的选秀明星上官喜爱，也顺带着被指靠黑幕上位。而大谈家里有钱是原罪的娱乐边缘人何超莲，身上的名媛光环也借着刘亦菲的东风一道彻底破碎了。现在刘亦菲和何超莲的评论区一地鸡毛，北京电影学院的微博评论区还额外开启了一键防护的功能，不再显示评论和转发内容了。对比欧阳娜娜、王源等人就读的伯克利音乐学院，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同样一直都被吐槽入学要求低、录取率高，是娱乐圈明星花钱蹭海外学历的首选。然而呢，就连争议很大的这家学院都比何超莲的学历来得真实。何超莲的研究生学历本身没什么问题，只是这个硕士学位里面注得水也是哐当哐当响的。也就是说，当初何超莲在就读的时候，相关部门甚至都不认证这个学位。莫名其妙的是，何超莲的男友窦骁，也就是赵丽颖《楚乔传》中的男二，还在微博特意晒过何超莲的这个硕士学位，一副与有荣焉的样子，还强调了一下他是优等毕业生。于是乎，8焚8上瘾、8上头的网友们开扒何超莲学历的同时，甚至还可怜起了这个何超莲所在的3房的家族地位。老实说，做人不低调，就有不低调的果子吃。如果不是何超莲近期的营销太猛，他的翻车也不会这么的厉害，压根也不会有人会想到去扒他的学历。这原理跟刘亦菲的大瓜一模一样。人设是个好东西，经营的好有人缘，经营不好有8焚。这届的网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骗了。看到明星乃至一些公众人物一系列的热搜翻车，另外我还是建议他们营销人设之前，最好多思考一下自己的高学历真的很高吗？自己的高学历真的完美助力了自己的事业吗？如果答案都不是的话，还不如收起学历梗，跟王炸姐弟一样踏实些。总之，说了半天，学历这东西就那么回事，别太把学历当回事。如果学霸人设玩出火了，就别怪认真的网友给这些学霸的不堪历史挖个底朝天。真实没什么过错，低学历也有好处，因为
实实在在的人生本来靠的都是一手一脚的打拼，而不是自己无情的拔高自己，然后就可以胡说八道，睥睨天下了。悲催的是，人为的无情拔高自己，还有个极其危险的隐忧，就像那个吹牛成瘾的翟天临，自己把自己吹上天之后，一个不小心被人无情的捅破了牛皮，跟着就会无情的从天上摔到了地河，脸部超生了。